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你是不是也好奇当年潮汕人民来到暹罗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萨瓦迪卡包卡，今天这集呢，包包准备带着大家跟着《给阿嬷的情书》去探访一下跟这部电影有关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准备走着。喜欢这一集，请帮我订阅和点赞哦。泰国潮州会馆，泰国潮州会馆成立于1938年，是泰国非常重要的华人社团之一。早年来泰国的华人大多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其中潮汕人在曼谷的商业、教育、慈善领域影响都很大。这里也是电影中的真实取景点之一。当年那些来到泰国的华人，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就靠着同乡、商会，一砖一瓦的在异乡把生活安定下来。电影里，木生和舒柔那种互相支持，以及把日子过下去的感觉，其实也是很多早期华人家庭最真实的一面。这支影片也非常感谢商会工作人员的帮助，让我在文物馆里看到了电影中提到的侨批的原件。这是侨批是吗？哇，是这样小小的。我小的时候又写下批回国去，给我的祖父祖母的。不多。最多就这样。就是这样的哈。王是我和那个街上的，村里的姓王的，都是姓王的。这个丙，这个丙那边的村里的，排这个就是丙辈。丙辈的。你这个家乡连阳的，是我的家乡。连阳。如果想理解电影里那种华人家族感，泰国潮州商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实入口。木生中学，电影里的木生中学实际取景地是潮州中学，它背后对应的就是泰国华侨办学、捐资助学、传承中文教育的历史。潮州会馆下面还关联到许多学校，比如普智学校、培英学校、弥博中学等。早期很多华人来到泰国后，赚钱只是第一步，等生活慢慢稳定下来，他们很重视两件事，一是做慈善，二是办教育。这也呼应了电影中木生努力地为周围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环境和条件。对漂泊异乡的华人来说，孩子能够读书，能够学中文，能够记得祖籍和家族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学校不只是上课的地方，也是很多华人家庭和下一代之间的连接点。唐人街，唐人街六巷。说到给阿嬷的情书，唐人街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是吃美食、拍霓虹灯打卡，但对早期华人来说，这里更是他们来到曼谷之后落脚、做生意、生活下来的地方。曼谷唐人街主要围绕耀华丽路一带发展，周围还有很多老巷子、老市场，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唐人街六巷。这里也是本地人真正会来买东西的地方，食材、干货、香料、祭拜用品都挤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是唐人街里很有生活气的一条小巷，至今还能看到早期华人生活的延续。来到这里，
你会发现，曼谷唐人街其实不只是一个观光区，它更像一个还在运转的老社区。三品街、三品市场、石龙军路。唐人街6巷看到的是比较生活化的老市场，而三品街和石龙军路这一带就可以看到更早的商业和贸易底色。三品街是曼谷唐人街早期发展起来的商业街区之一，过去就是华人聚集、贸易的集中地。而石龙军路就是把河边的商行、港口贸易区和城市街区连接了起来，它也代表着曼谷开始从一个以水路为主的城市，慢慢走向水陆并行的发展阶段。电影里提到了批局、三品街和石龙军路，当年就是很多华商商铺、批发业、汇兑业的聚集区域。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原来挂牌营业的老批局了，它们已经被改成了普通商铺、住宅，或者完全消失了。但走在这里，从老建筑的中文招牌里，仿佛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影子。它背后对应的是曼谷唐人街曾经真实存在的一整套商业和移民网络。对于早期华人家庭来说，这里就是他们和家乡最重要的通道。大丰祖师庙、报德善堂。报德善堂由郑志勇外号二哥峰等12位潮汕侨领在曼谷创立。该堂源自中国潮汕的大丰祖师信仰，他们把家乡潮汕的民间信仰和互助方式带来了泰国。早期的善堂主要是帮助那些无亲属认领，或者亲属没有能力安排后事的人，让他们可以有棺木，有基本的安葬安排，是泰国华人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样，还有华南彭寺附近的义德善堂，因为很多游客都知道那里可以捐棺材。捐款后写好名字，拿好单据，祈福后再把纸贴在棺木上，这其实是一种很实际的慈善。后来这些华人善堂慢慢发展，变成泰国社会公共救助的一部分。在泰国很多大型事故、灾难现场，经常能看到民间救援组织，其中不少就和这些华人善堂系统有关。如果说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一个家庭怎样面对生活和生死，那善堂文化处理的就是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天华慈善医院。天华慈善医院由华人集资创办，当时很多底层移民来到曼谷，工作辛苦，收入不稳定，生病就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家庭，所以医院和慈善组织对当时的社区来说非常实际而且重要。而直到今日，天华医院的中医部依旧延续着慈善医疗的传统。天华医院中还有一尊很有名的观音像，是很多泰国华人和游客会来礼拜的地方。前面是信仰空间，后面是医院，一边是香火，一边是现实中的医疗服务。
这也代表了曼谷唐人街信仰与生活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耀华丽唐人街历史中心。如果想更好地了解华人来泰国的历史，我很建议来这个历史中心看一下。它位于金佛寺的里面，主要介绍曼谷唐人街和早期华人移民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早期华人来到暹罗之后，如何在三聘、耀华丽一带落脚，如何形成社区和商业网络。里面通过模型、场景复原、声光影像，讲述了这段历史。之前我们讲到的三聘街、石龙军路、唐人街6巷，看到的是现实街景，而来到这里，就可以把刚才看到的东西都串联起来。参观过这个历史中心之后，你会发现，这整段移民史都会呈现出来。那这些地方走下来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给阿嬷的情书背后连接的是一整段华人在泰国的历史。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来到曼谷抽出一天的时间，逛一逛这些老街、老市场、老会堂、老善堂，那看一看这些文化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有人情味儿。那以上呢就是全部内容啦。喜欢猫的影片，不要忘记给包包订阅、点赞、评论、分享，给大家支持。我们下期见喽，拜拜。